各位好，欢迎来到227玩家。今天我们来聊一下这支名将的40F2。首先呢，我要说一下这个40F2啊，它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它的这个外观，还有它 F2的这个光圈。外观呢，因为它有光圈环，而且这个光圈环大家听一下，哎呀，这个手感还是不错的，就一档一档啊。那么装到索尼的 A7CR， 我这是 A7CR 或者 A7C2 这种小机器上啊，我感觉它还是一个非常好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以说是很轻巧，也很便携。我在用这个镜头之前，轻巧便携用的是这颗原厂的35F2.8的这个镜头。这两个镜头其实可以看出来，它的都是装了 UV 镜啊。它如果不带 UV 镜呢，和这个35F2.8的是带 UV 镜的厚度是差不多的。那么如果它带上 UV 镜呢，比35F2.8厚了差不多一个 UV 镜多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厚度。那重量呢，它是比35F2.8要重很多。原厂这支35F2.8也是很老的镜头，那它的最近对焦距离和它的 F2.8的光圈呢，确实是不如名将的这支产品。但名将因为没有这个小蓝标，所以可能在这个波格上面是差一点的啊。但是我依然非常喜欢它。自从我拥有了这支镜头之后呢，我就把它挂在相机上啊，没有拿下来过。而且这个镜头其实因为它非常的便宜，它的在国内的售价只要800多，它在日本大概就卖的贵一点，大概是1000多人民币吧，2万多日元的这样的一个售价。我为什么带这个 UV 镜呢？是因为它原厂送了个 UV 镜。那它原厂非常有意思，它不仅有这个遮光罩，而且这个遮光罩还是真的是纯金属的啊，这种金属 CNC 的。如果装上遮光罩呢，我感觉它的整个的外观就似乎没有那么好看了，所以我很少使用这个遮光罩啊，或者把这个遮光罩就反向的套在镜头上。那反向套在镜头上有一个感觉，就是因为它这遮光罩的加工啊，这个 CNC 整个倒角是个直角的，所以它装上之后感觉就反倒有一点那种旧时代的这种工业风的感觉，特别的复古啊。这个遮光罩，那如果你正向的装这个遮光罩呢，反倒我觉得没什么意思啊，没有必要安装这个遮光罩啊，因为它就感觉不伦不类吧。所以这个遮光罩我也很少使用。UV 镜呢，是因为原厂送了 UV 镜，其实按照这个价位来说，就没有必要非要带这么个 UV 镜。那不带 UV 镜呢，它看起来可能还更加文艺一点。不带 UV 镜，不带遮光罩，我认为是这个镜头最好看的一个效果。800多，即便是坏了划了也无所谓，也不心疼。所以我呢就决定以后就不带 UV 镜使用它。但是我今天所放的这些样片是带 UV 镜拍摄的，它没有任何的按键，只有一个对焦环跟一个光圈环。那这一点它是不如原厂的那支40F2.5的，因为那个40F2.5G 那支镜头啊，不仅有这个光圈环，而且自动对焦保持的设定的按钮也是有的啊，所以它在功能上肯定是不如原厂啊。那支镜头因为我没有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镜头跟那个镜头比有一个最好的好处，就是它是 F2 光圈的。那 F2 光圈呢，我觉得一般我们出行也就够了啊。像我跟孩子出行啊，我最近就特意拿着这支镜头带着孩子旅游了一次啊，所以有一些样片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跟它对比的镜头主要是这2颗了，一个就是刚才说过的这个35F2.8，那还有一个呢就是55F1.8啊，因为它40的焦距其实刚好是在35和50中间嘛。其实我觉得它能平替这个原厂的35，但是如果说它能代替这支55.1.8，我觉得它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那么我现在就可以轻装的出
出行啊。如果我没有那种强烈的拍人的需求的话，这支55 1.8我就不带了。那么我就可以完全用这支40就一支来代替。如果带2支镜头的话，我甚至会带一支原厂的这个套头2860的这支头。我觉得这2个镜头加起来也就解决我绝大部分拍摄的需求了，而且这2支镜头装在这个机身上都是非常的好看的。那虽然官方的图这个机身配的是50f 1.4的 G 大师，那支镜头我也有但是我在不是专业需求的时候是很少使用那支镜头的。一方面是那支镜头如果比较大不太适合这个机身外观没有那么好看但是那个镜头的画质确实是很能打，很好用所以我一直在保留着它。它跟原厂的这支35来对比的对焦也不比原厂的差多少只是在我遇到过一次出现故障的情况，它的光圈会不停的跳那一次我重启了之后马上就好了遇到过一次这种兼容性的问题其他的用起来稳定性都还不错对焦上确实会比原厂的蔡司的差一点。虽然这支镜头很老了，但是因为它是索尼的镜头，所以它对焦是非常的稳定即便是有的时候孩子奔跑什么它也对得上但是名将的35它对焦虽然不差，但是在拍孩子快速运动的时候还是会有一定的可能性虚焦。它的中心的解析力非常的好大家可以看这张图片放大到这种程度依然能看清孩子手表里的时间但是它的边缘会差一些，边缘有畸变，而且也有很大的色散畸变上确实是不如35和55这2支镜头在色散上我觉得这也差不多，因为原厂的这2支镜头色散也都挺厉害的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平替35的这个镜头。如果你正好有一个这种复古的机身，800多块买来玩一玩或者你在海外可能1000多块买来玩一玩这个镜头还真的是不错的，当成一个家用的是完全可以的不要去搞任何的专业的拍摄我们普通人也不太会有专业的拍摄。而且我最近体会40这个焦段呢，其实之前我是没用过40这个焦段的，我一直想买一支这个巴提斯40 F2的，我这支巴提斯是25 F2，那40 F2可能跟它也差不多差不多的外观，差不多体型外观确实是有点不太好看特别是装上遮光罩之后弧线这个镜头怎么说呢，也不能说完全难看，可能有一种特殊的美感但是因为是蔡司的镜头，所以它送了2个蔡司标，再加上正面遮光罩这个和背盖你花很少的钱就可以买到一个4个蔡司标的镜头那这个是题外话它虽然只有这个对焦环，但它有个小屏幕，这小屏幕能显示一个对焦的距离它对焦是不比原厂差的，但是它的外观实在是有点让人接受不能，特别是配合我这个机器的话，所以我现在特别喜欢这支40 F2的镜头，甚至它提升了我每天带相机的这个欲望我现在没事儿的时候就喜欢就这样把这个小相机再配个腕带放在我的包里边，每天出行的时候就可能随时拿出来用它拍张照片。它的价值感还是值这800块钱的。从售价来说，这个镜头的外观是无可挑剔的，但是抛去售价跟比它贵很多的那支索尼原厂的40 F2.5 来比的话我觉得它还是不如那个40 F2.5 好看，但是它大了半档的光圈，这个 F2 的光圈还是很值的。如果跟维卓士那个40 F2.5 比的话我觉得它好像在对焦上比维卓士更稳定一点。维卓士那个镜头之前我在国内的时候我是用过的后来我就退货了，因为那个镜头塑料的质感确实太差了，配合这个相机没有这种文艺复古的感觉，所以我不太喜欢。那么这支镜头总的来说我还是很推荐的，特别是你有 A7C 或者 A7C2、A7CR 这种复古的机器，但是在视频对焦方面它确实不如原厂的稳定，它是有一定差距的。那这个具体的差距我怎么形容呢？它能达到原厂90%的场景，但是它对焦有的时候偶尔这个东西是随机的，偶尔它会对不上焦。那这个它一旦对不上焦，有可能是2种故障，一种就是它单纯的没对上焦，还有一种呢就是它的光圈出现了问题，它光圈在不停的抖，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很大的噪音这2种故障都会有很大的噪音出现，所以用它来拍视频的话我就不太建议。如果你用的是 ZV-1，我是不推荐这支镜头的。
拍视频用不着那么大的光圈，而且 ZV-1的高感也非常的好。如果你纠结这3支镜头的话，我其实更推荐的还是55 1.8啊。但是如果你是个外观颜值党的话，其实这2支镜头的外观是差不多的。那么这支35 f2.8 呢，它就好在有蔡司标，是原厂，对焦更稳定，但它的最近对焦距离是不如这支40的，而且这支40的光圈会比它大一些。基本就是这样啊。我觉得名将这个厂家非常的有意思。之前我用过名将的一个富士的镜头啊，它也是在这个镜头盖上面有触点，有 Type-C 的接口啊，说是可以来更新。我也会在想起来的时候啊，去官网查一下，看它有没有更新啊。有可能它后续在相机更新了新固件之后啊，它也会更新的固件去适应相机的各种新的可能更快的对焦的这样的功能啊。这个只是保留一种可能性啊。但是它有 Type-C 接口的镜头后盖呢，会比原厂的镜头后盖厚这么一些。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你买了这个镜头日常出去的话，没必要带这个镜头盖，因为这个镜头盖一旦要是丢了，你还不好配，你的镜头就不能升级了嘛。所以我特别想要用原厂的镜头盖来代替啊，但是我发现原厂的镜头盖有个问题，在这个上面锁定不了，它是完全没有锁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它跟原厂的镜头看起来结构也差不多啊，具体我也没找到是什么原因，应该是接口上还是有一定的不同。我这个原厂镜头盖在索尼所有的原厂镜头上都是越旋越紧的，到最后虽然没有什么卡口的固定，但是会旋得很紧，你要用力才能拧开啊。但是同样的这个盖子，如果装到名将的这支镜头上，它就没有任何的阻尼，它就变成是这样了。我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适配它的这种比较薄的镜头盖，所以现在还是要用这支带 Type-C 接口的镜头盖。这个镜头盖虽然是可以锁定的，但是你听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噪音啊。我现在什么都没装啊，这个镜头盖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噪音在上面。它的这个锁定是这个地方有一个金属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这有个金属的光泽的这个小球，在这个镜头上这样来锁定的，所以它放在包里总会觉得不是特别的沉稳，所以可能也适合这个镜头的它设计的初衷吧，它就是给你放在机器上的。所以如果我出门的话，那这支镜头平时就待在机器上。那如果我再带一支原厂的镜头一起出门的话，我在用另外一支镜头的时候就会很尴尬，因为我把它拿下来，我肯定是把另外一支镜头的盖子拿下来拧在它上面，是吧？因为我出门不会专门再带一个盖子嘛，正常的话，再把这个镜头装在相机上啊，我这边用相机，这个我就放到包里。但现在这个我放到包里的话，它随时都是会掉下来的这么个状态，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名将的设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缺陷啊。但是总之反正瑕不掩瑜吧，如果你只带一支镜头出门的话，那么这个问题你可以忽略不计哈。它跟原厂镜头还有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的这个光圈环自动和 F16 之间是没有一个很大的阻尼的，甚至比其他的档位阻尼更小的感觉。像索尼原厂的这些镜头呢，它在这个 A 和 F16 之间会有一个比平常的阻尼更大的这样的一个阻尼，而且它也可以锁定在 A 上面，你就不会说误触它。这颗索尼的50F1.4我也一直吐槽它。当我手动把它调到 F4 的时候，我总觉得它这个光圈环的阻尼有点小，有的时候我就会误触一格，拍出的照片就是 F1.6 的，所以我经常会就把它开到自动。不用这个光圈环，用光圈优先用机器里来设定，其实浪费了这个功能了，所以也不是特别的合适。那我最后总结一下，因为最近索尼发布了 RX1R3 的那个相机，那个相机是有一颗蔡司的35F2 的镜头，我觉得 A7CR 装上这个镜头，甚至可以平替那个相机只是在焦距上稍微有点不同，但我觉得40这个焦距也是非常适合普通人或者初学者，适合我使用的如果你追求一个极致的轻便，而且看起来要有范儿，要不花太多钱的情况下，想做到一个 RX1R3 类似的这个功能，我觉得 A7CR2 配上这支原厂的35F2.8
是非常的不错的。我之前这个镜头我也做过一个视频。那如果你稍微还有一点其他的需求，出门的时候拍一点点人像有一点点人像方面的需求，这支555 1.8原厂的你再配一个这支非常的便宜，我这支买来只要1000多块钱，买来二手的成色稍微差一点的，这支镜头我花了可能不到1000，那这2个镜头加起来2000块。那么现在呢，你就可以花800多买这么一颗镜头，非常的不错。外观上又好看，又有光圈环，又有 f2 的大光圈，比551.8 虽然差一些，但是比这个35 f2.8 还是要强很多的。如果你不用它拍视频，单纯的就是拍照，又想要轻便复古文艺，刚好你也有 HC 的机身，我是很推荐这支镜头的它不论摸上去的手感，看起来使用上都不会给你带来太大的问题。但凡你有一点点视频的需求，我就推荐你用35 f 2.8和551.8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最后我还是非常喜欢用这个镜头在街上拍一些照片因为我现在拍视频开始大量的使用这个大疆的设备，大疆的360 Pocket 3这2个设备放在包里就很有安全感，再加上我有1寸底的这种手机我觉得出门的时候再带这么一颗镜头就完全的够了。反正你要有全画幅在身上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下素材都是用大疆的设备和手机拍的，这种情况拿来补拍一些照片的话，这个是非常的不错的但是拍景色的时候一定记得要收光圈一定记得要回来自己修正一下这个畸变，所以其他也就没有了。那么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你觉得这个镜头值不值得入手呢？你对名匠这个厂商或者国产镜头有什么看法？欢迎来留言、点赞、关注227玩家，我是大宇，再见。